1945年9月3日，蒋介石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巡视重庆市街。在当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沿途民众其发乎内心之一种情绪，对于所表示敬慕爱戴之精神，狂欢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得意之情可谓跃然纸上。那是他一生权力的最高峰。他是民族英雄，是四强领袖，是这片古老大地名义上和实质上的唯一主宰。可谁能想到，不过短短4年后，曾经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在1949年11月28日即将撤离重庆前夕，却在日记中写道：时至今日，由于养育完成之党国，而由于之手毁灭之，此情此景将何以堪？这2段话就像电影镜头的暴力切换，把一个志得意满的国民政府领袖瞬间变换成一个落寞悲凉的老人。那么，这2个镜头切换的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国民党为什么在短短4年内就失去了大陆？很多人觉得丢掉大陆是因为国民党太腐败，或者是因为国军不努力。可你翻开历史看看，南明政权腐败与内斗程度远超过国民党政府，但却在清军眼皮底下还撑了18年。晚清政府腐败不？面对于中共同样强大的太平天国反政府武装，老佛爷愣是靠着湘军淮军给续了命。为什么到了1946年，老蒋手里攥着价值9亿美金的黄金外汇，守着中国最富庶的城市，却用4年输了个彻底？马歇尔和魏德迈这2位美军大佬，其实在1945年就给老蒋泼了冷水，说这场仗你蒋介石打不赢。老蒋不信啊，他觉得我有430万大军，海陆空俱全，梅谢师武装到牙齿，优势在我。但他忽视了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即经济潜力不等于军事实力，除非你有顶级的组织转化器。我们都知道，打仗就是打后勤，就是烧钱，而所谓的政治，就是看谁能把老百姓兜里的最后一个铜板合法且高效地变成子弹。在这一点上，中共的组织能力对老蒋来说就是开了挂的降维打击，输得不冤。打个比喻，假如你是一个农民，耕地的收益是10斤粮，过去地主拿走5斤，政府拿2斤，当差的敲诈勒索拿2斤，你最后只剩下1斤，这在当时叫剥削。后来地主被打倒了，中间环节全没了，你最后能剩2斤，可中共却能直接拿走8斤。他们直接消灭了中间商，其政府拿到的资源变成了以前的4倍，而老百姓日子居然还没变坏。这种组织力在当时不仅是中国第一，放到全世界恐怕也是第一梯队。是不是觉得老哥我夸大其词？但这就是事实。拿当时的华东和东北战场做比较，1947年山东解放区被国军重点进攻，但就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山东老区居然还能给前线送出11亿斤军粮。而在东北，中共1949年的财政收入折合粮食1.8亿石，这几乎等于国民党全国3年的实征总和。这种效率哪是当时那个还在靠乡绅、靠宗族、靠层层摊派的国民党政府能比的？国民党的基层基本只到县一级，再往下就是一团浆糊，而对手的支部直接插到了村里，插到了连队，插到了每一个工位上。老蒋在前方打仗，后方得求着绅士们储粮；中共在前方打仗，后方是几百万农民推着小车在送粮。大家应该都听过陈毅那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550万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你以为这只是感性抒情？不，这是恐怖的动员数据。淮海战役表面上是60万对80万，可实际上算上后勤民工，那是640万对50万。在这样的数字面前，什么战术、什么美械，通通都是浮云。但更扎心的是，抗战胜利后的东北，老蒋手里握着沈阳兵工厂，握着鞍钢，握着亚洲最强的工业底子。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却不忙时事，反而在沈阳的洋房里穿西装、喝红酒、分金条。他们把亚洲第一的兵工巨兽当成了变现的提款机，把工厂零件拆了卖废铁，把棉被、军服倒卖进黑市。结果呢，东北的资源不仅不能支撑国军作战，反倒要中央财政每年补贴1亿美金。而中共在东北靠捡日本人的破烂，建工厂、造炮弹，还送到拉华东战场，最终在淮海战役里把国军王牌轰得失魂落魄。看到这里，你可能要问：老蒋手下难道没有能人吗？有，
但在这种组织层级的代差面前，个人英雄主义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甚至那些真正的勇武名将，往往连死在谁手里都不知道。因为老蒋不仅在组织力上输了，连他的情报大脑其实都在为对手工作。如果说组织力是硬实力，那情报体系就是老蒋政权的中枢神经。可惜这根神经在内战爆发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坏死了一大半。咱们有一说一，黄埔军校出来的将领论战术超点，那是正儿八经的儒雅高材生；论提枪冲锋，也绝不缺血性与勇武。他们中很多人是真的想为党国尽忠的，可最绝望的是，他们被自己人剥夺了势力。大家可能听过很多红色特工的故事，但在现实中，他们的渗透程度简直比电影还玄学。即在国民党的高层，你的同乡、你的学生、你的机要秘书，甚至是你最器重的作战厅长，可能每天晚上都在给中共发报。当然，国民党的情治系统其实并不弱，戴笠时期的军统也是赫赫有名的，但问题出在国民党的政治底色上，它是那种传统的人脉式的管理，讲究的是同乡同学袍泽之情。这种管理方式在和平年代叫温情，但在谍战年代却漏洞百出。如中统头子徐恩成，因为觉得钱壮飞是同乡，办事利索，就重用他，结果差点让上海的中共中央一锅端计划变成泡影。到了内战时期，共军的渗透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国防部次长刘斐、作战厅长郭汝瑰，这两个人是谁？那是老蒋在地图前指点江山时，站在他背后递铅笔、画箭头、量距离的人。结果老蒋制定的作战计划，往往还没传到一线师长手里，就已经摆在了延安窑洞的桌面上。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诡异的画面，即国军将领在前线拼命，却总感觉对面开了全图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莱芜战役，46军军长韩练成，明面上是深受老蒋信任的亲信，实际上这位老兄在抗战时期就已经通过周恩来秘密成了中共的隐形翅膀。结果莱芜战役他在关键时刻突然失踪，直接导致李先洲兵团10万大军群龙无首，几小时内就被全歼。再看淮海战役，这可是决定国运的生死战。当时的国防部拟定了2个方案，一个是积极进攻，一个是稳守待援。身为特工的郭汝瑰轻描淡写地引导了一下决策，就把黄百韬兵团给带进了死胡同。黄百韬那是何等的硬汉！豫东战役他亲自带队冲锋，是国军中罕见的实战派。他本来在等44军，结果北边的第3绥靖区突然起义，大门洞开，华野主力直接像潮水一样灌了进来。至于为什么起义，那是因为第3绥靖区的2个副司令张克侠、何基丰全是地下党。老蒋在徐州布置了一道自以为坚固的防线，结果守门的保安队长是对方的人。这种情报战的全面失败，本质上是国民党政治信心的坍塌。当那些精英、那些高级将领开始对国民党的统治逻辑产生怀疑时，他们选择倒戈，往往只需要一个火星。而老蒋的情报机构在干什么？他们在忙着内斗，忙着给统帅部发假情报请功。1946年，郑州水署2次因为所谓的共军溃退假情报轻敌冒进，结果整编师接连被全歼。最离谱的是整26师，他们明明截获了陈毅的作战计划，可徐州总部却觉得这是共军的诡计，不准撤退。结果师长马立武居然还跑去后方过年，被人家一个突袭全军覆没。这种管理上的混乱让美军顾问团都看傻了眼，直呼不可理喻。你们觉得这种连家门口都没守住的政权，真的只是因为武器不够精良吗？当你的大脑都在为对手服务时，你手里拿的就不是金刚钻，而是扎进自己胸膛的尖刀。老蒋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于是他下了一副猛药。他觉得只要我下狠手，把后方肃清，把资源收紧，就一定能翻盘。结果这既名为看乱动员的猛药，却成了加速老蒋政权灭亡的断肠草。1947年的夏天，南京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焦灼的味道。战场上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坏，其中孟良崮战役、张灵甫的陨落和国军王牌整编74师全军覆没。
让老蒋意识到这已不是一场简单的剿匪，而是一场动摇国本的全面战争。他在日记里疯狂质问：为什么我有优势装备，却打不赢那些土八路？他得出的结论是：士气不如人，动员不如人。于是，在1947年7月4日，老蒋颁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也就是著名的戡乱动员令。此令的作用就是立法强制动员，即我要征兵，我要征粮，我要限制言论，我要把整个后方变成一台战争机器。显然，被逼急的老蒋想学中共的总动员，但他忘了一个最基本的政治常识：中共动员是建立在土地改革、建立在给老百姓实惠的基础上的，而国民党的戡乱动员，在老百姓眼里，说白了就是单方面的索取。所以到了1948年底，所谓的戡乱动员已经彻底沦为一张废纸。至于国民党为什么没有社会契约，大家看看当时的国统区生活就知道了。在上海，在南京，那些穿长衫的教授、穿西装的银行家，早上出门得用皮箱装满几大亿面值的金圆券，到了晚上，这整整一箱子纸，连半斤面粉都换不回来。老百姓甚至发现，烧钞票煮稀饭竟然比买柴火还划算。而在广大的农村，画面更加惊悚。为了完成征兵指标，保长带着兵痞，用生锈的铁链把面黄肌瘦的农民锁成一串，像赶牲口一样往前线送。这种动员不是在给前线补充兵员，是在给对面的共军曾建制的送运输队长和战力。这些被锁来的农民一上战场就倒戈，因为对面有地分，而这边只有铁链。最终法律在那写着，可就是执行不下去，这就叫政令不出总统府。更糟糕的是，这个动员令成了一个政治紧箍咒，把那些原本中立的社会力量全都推向了对面。老蒋为了维持统治，曾设立了特种刑事法庭，专门抓捕那些反战的学生和工人。只要你在街上喊一句反饥饿、反内战，特刑庭的传票可能第二天就到。1948年上半年，上海、北平、南京到处都是学潮，到处都是罢工。老蒋觉得这是匪谍煽动，于是大肆抓捕。甚至在1947年10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大家想想，民盟那些人是谁？是张澜，是黄炎培，是罗荣基，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啊！这些人本来对中共也有顾虑，他们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结果老蒋一指令下，把这条路给堵死了。孙科那时候说的特别绝，反对内战就是反对国策，就是反对政府必须取缔。这一取缔可就出了大事了。这些有声望的名流只能义无反顾地投向了中共。老蒋本想通过高压来换取稳定，结果却制造了更多的敌人，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在政治上，你每多一个敌人，战场上就多了1000支枪。连国防部长何应钦后来都承认，过去失败是因为只有法令没有执行，政治经济全线崩溃。这就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偏要喝下一碗虎狼之药。结果不仅没治好病，反而加速了脏器的彻底衰竭。当那些曾经支持你的士绅、知识分子，甚至是基层小吏，都开始对你离心离德时，这江山其实已经不在你手里了。说到这儿，我们不禁要反思：老蒋丢掉大陆，真的只是因为这些政策失误吗？还是说，这其实是一个旧时代在面对新时代组织逻辑时的必然坍塌？聊到最后，咱们得给老蒋的这4年政治之路做个总结。回顾1945到1949，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负，更是一场关于组织效能与政治信用的残酷竞赛。老蒋失败的根源，不在于他不够勤勉，也不于他不爱中国。他在日记里忧国忧民，他在前线训勉将领，他试图用宪政来武装政权的外壳，但他输在一个旧制上。他试图用旧社会的宗法逻辑去对抗新社会的动员逻辑，他试图用精英阶层的私人情谊去对抗一种钢铁般的组织纪律，他试图用单纯的武力镇压去对抗一场深刻的社会基层变革。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当你无法通过有效的组织将国家的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当你无法在影子战争中保护自己的中枢神经，当你用政治高压将原本可以争取的朋友推向对手，那么失败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马歇尔当年的判断何其精准与毒辣！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国军每前进一步，
其实都在削弱自己。占领延安又如何？占领沂蒙山又如何？你占领的是土地，对手占领的是每一个村庄的动员权，是人心，是通往未来的政治逻辑。现在的台湾，很多老辈人每谈起这段历史，总会带着一种悲剧性的英雄色彩。其实这种悲剧感背后，正是一种儒雅政治在面对全面动员战争时的彻底失能。老蒋也在后来退守台湾的反思中提到了组织的重要性，提到了要向对手学习建党。他在台湾实行的土地改革，其实就是补上了在大陆欠下的那份政治作业。但这份觉醒对大陆那片广袤的土地来说，已经来得太晚太迟了。好了，看完这段波澜壮阔又令人扼腕的政治史，你是否对那个时代有了全新的理解？老蒋的失败究竟是个人的悲哀，还是那个旧秩序在现代化浪潮下的必然崩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咱们一起讨论。当然，如果你觉得还没看够，别急，这只是老蒋为什么失去大陆系列的第一篇政治篇。政治是底色，而军事则是最激烈的表现形式。下一期我们将进入更热血、更专业，也更具戏剧反差的军事篇，揭秘国军战术运用的致命伤，以及那些消失在历史尘埃里的国军名将。我们下期再见。